Hello，大家好，我是静。众所周知，最近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地方政府都重封了啊，想尽各种办法来收刮民脂民膏、割韭菜。那譬如说，有前几日刚刚推出的，从这个9月1日开始要全民强制社保的政策。以及后来又有一个要收纳这个房东税，房东税啊，那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房东税它是为了去斗地主嘛，它就是为了让这些有钱的房东们交一点税，和我们这些普通租客有什么关系呢？啊，和毛时代的把那些有土地的地主们拿出来批斗，然后瓜分他的田地是一个道理啊。其实呢，这个背后啊的影响是远远超过那些普通韭菜和人矿他们的认知的啊。那首先就是啊，他一旦把这个房东税落实下去之后，那肯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房东现在要无缘无故的向国家缴公粮了，去上供了。当他被征了这些高额的税收之后，那只有一个办法去弥补他在这个税收上的损失，那就是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房租啊，让这些普通的租客去承担他的损失啊。可是呢，很多中共国的这些人矿和韭菜呢，是认识不到这个层面上的啊，他们只是在拍手称快说啊，我厉害了，我的国啊，现在终于要把这些有钱的地主房东拿出来啊，把他们批斗一下，收刮一下他们的财产啊。可是呢，中共一贯做的是什么？他收刮之后，他不会把这些东西分给你们这些人矿和韭菜呀，只会让他们保私囊。那这大量的钱财呢，最后都流入到了这个天龙族的口袋中，比如说这个澳洲的杨楠楠这样的人的口袋当中啊。那所以说呢，中共国就是大部分的无知的人矿和韭菜呢，还沉浸在一片欢腾当中啊。他觉得最新的政策，这个强制社保和这个房东税和他们都没有太多的关系啊。那我相信呢，这一次中共连续出台这2个就是全民一刀切的这个强制的政策呢，一定是非常的穷了啊。那这个政策一旦落实贯彻下去呢，一定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就让全中国的10几亿人都会感觉到切肤之痛，因为这些东西和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意味着有大量的人在强制社保的政策下会面临失业，大量的企业会面临倒闭。其二就是大量的人可能要露宿街头了，因为房东一定会把这个房东税的压力转嫁给租客的啊。那可能会出现很多人原本还租得起一个城中村的小屋子，到最后呢，现在连城中村都租不起了。而且中共还誓言旦旦的说了啊，要确保每一个中国人都一定要有5平方以上的居住环境啊！当我看到他们这些好像为何不吃肉糜一样的这个政策啊，我就觉得非常的荒谬好笑啊！那如果说你去过中共国的1线大城市啊，你去他们的城中村看一下，就是大部分的外来打工者啊，除了那些土著之外，很多人都是挤在一个狭窄的出租屋里面，那种城中村里面非常的阴暗潮湿，然后各种的违规建筑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方面去加这个房东税，然后一方面要说要落实贯彻每一个人一定要有5平方以上的居住环境啊，然后要提高我们这个国民的这个幸福指数啊。可是呢，他们只是在上面去提高他的幸福指数，可是下面的人呢，他也不去想一下，这个普通的人矿和韭菜靠什么去承受这个人均5平方的居住面积和这个日益增长的房租啊。所以说，中共政府永远都在实施和落实那些治标不治本的荒谬的政策上面，无止境的循环的去收割、去剥削那10几亿
亿人矿和韭菜，然后这10几亿的人矿和韭菜呢，还要感恩戴德。那除了中共国的中央政府非常的穷，急需去割这些稍微有一点钱的人的韭菜之外呢，地方政府更加是雪上加霜啊！就在最近，我在中共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趣，让我笑到肚子痛的一个山东网友的爆料。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如今的山东的地方政府和各个地方的这些企业已经穷到什么地步了。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相关影片。我要曝光，我今天被骗去捐精，去了以后才知道那些霸王条款。起初我在山东省人类精子库公众号上看到捐精宣传的多好多好，比如他说做免费的全套体检，中途想退出就退出，合格一次给350块钱，不合格补贴100块钱路费，3到5个月捐献8到12次就可以。结果我跑了20多公里，去了以后先称了一个体重，然后让我阅读那个条款。我问他能不能拍照，他说不让拍，所以我想曝光这个事情。有想去的一定要慎重，因为我感觉其中带有诈骗成分。他说的这个免费的全套体检，你中途如果想要退出，需要偿还他体检费1800块钱，这个在宣传里面可没写。还有就是3到5个月内捐献8到12次就可以，实际上他说必须要1周至少去1次，2周去1次都不可以，因为这8到12次是合格次数，实际捐献次数肯定是超过12次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合格。还有就是合格捐1次给350块钱，实际上只给200块钱，剩下的150块钱全部捐完以后再给。所以你要保证1周至少去1次，要连续去3到5个月不间断，才能拿到他们所说的补助，甚至拿不到。这个补助要拿就拿全部，只要中途退出，就需要把补助全额偿还给他，还要赔偿这1800块钱的体检费，还要赔偿他们的误工费。我生气的地方不是在于这些条款的存在，我生气的是我去之前你为什么不说？我来回跑了将近50公里，简直就是把人先骗的地方再说。我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正规机构为什么歧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写了诚信2个字吧？最近我已经2次被骗了。第一次就是国补这个事情，玩不起就别玩；第二次就是捐精这个事情，完全就是不诚信，先把我骗到再说这些隐形的条款。失望是一次次积攒的，你们天天强烈谴责漂亮国，我可以强烈谴责你们某些部门吗？每天难道只能说些赞美的好话，不让人批评？我当时看到这一段影片的时候，我一开始还不太相信啊，于是乎我就专门去查证了，我就跑到这个山东人类精子库的网站上去查证了一下，不查不知道，一查呀，真的是把我给惊呆了。在他这个网站上，真的明晃晃的写着，向公众招募这个自愿捐精的人可以获得高达5000人民币的报酬啊！这5000块对中共国的普通的人矿和韭菜来说是一笔巨款呢，因为现在在中共国，一个应届毕业生、硕士毕业生的月收入也才2000人民币啊。那因此呢，就有很多的人矿和韭菜就慕名跑过去了，他们就觉得我反正有几亿的精子呢，那我就去捐一下嘛。您赚5000块钱，哇，真的是躺着赚钱呢啊！那我相信有很多的人矿和韭菜，就好像上面的这个爆料的网友一样，就兴致冲冲的跑去了，以为找到了一个发家致富的门路，结果去了之后才知道有这么多的霸王条款，原来就是一个地方政府级别的诈骗啊！他说了你去了之后，首先是以这个捐精的目的去给你检查身体，做一系列的体检，然后呢，如果说你的精子不合格，或者说你不可以按他的要求就是隔1天就去捐精的话，那你就是拿不到报酬的，而且你还要倒付他1800人民币的体检费。大家请注意这里这个1800块钱的体检费才是他整个诈骗的重点那可见现在山东政府也是非常的穷真的是穷慌了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他这个山东人类精子库到底是属于哪个机构的那一查之后呢，就让我更加的惊讶了，原来是山东这个卫健委旗下的，是一个
正规的国企呀，就是政府的企业啊，居然也搞这种诈骗，就是为了去诈骗他们的体检费啊，然后就发出这种诱饵说你可以赚5000块钱，然后给你做体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笑。那可见现在在这些3河4省呢，就这些偏远的地方啊，这个经济已经是非常的糟糕了。据中共国的官方数据显示说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特别是疫情之后，中共国的地方政府除了那几个1线城市，好像除了上海之外其他的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都是负增长，属于支不付出的一个情况。那可想而知，3河4省就是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呢，他们的地方政府才想出了这样的损招来进一步的收刮这些无脑的这些人矿和韭菜的民脂民膏然后就把他们骗过去捐一下精然后给你做一个1800块钱的体检，哇，真的是太幸福了。那除了这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上这些奇葩的行径之外呢，现在在中国其实普通人也要多加小心男性也要多加小心，不光是女性要小心，男性谈恋爱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就在昨天，我刚刚看了另外一则报道，有一名年仅17岁的中国少女，居然通过网络将19岁的男朋友给卖到缅甸的诈骗园当中去了，成交价格是10万人民币而且还成交成功了。那此名19岁的男性被卖过去之后，遭遇了各种的折磨和殴打，幸运的是呢，他最后还是成功逃脱了那现在呢，他已经平安回到了中共国，现在是想通过法律的手段去起诉他这个把他卖了10万块钱的17岁的女朋友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忍俊不禁就是现在在中共国就是完全是一个丛林社会了。你看这些年仅17岁的少女都已经坏到这个地步了，居然把一个19岁的男朋友通过网络卖到缅甸去了这个多么可怕呀！所以说现在我真的奉劝每一个还在墙内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要相信任何的人。现在谈恋爱也是有风险的，一不小心你就变成了那个缅甸电诈集团的猪仔了，或者你就被你身边的人给卖了，你还不知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